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园啊。很久没有猜测官方未来的计划有什么打算了。假设你是怡园频道的老观众，应该也知道我在很早期的时候都是会有推测接下来哪个兵种会比较强势。就像之前我说过工兵未来会强势啊，结果工兵真的是强势了。但是以前我的方向呢都一直不太稳定啊，不确定到底是野战还是集结。所以我们认真来探讨今天的课题。那么在我很久以前呢，是真的很久了，是2019年5月的时候我就发布过一个影片，新手玩家应该要选择什么兵种。由于那时候游戏才刚开发不久而已，我就对3个兵种做出了自己的看法。步兵最硬，骑兵最快，工兵未开发。为什么那时候的工兵写未开发？因为当时候只有西德，你们也知道西德是没有东西可以评价的不过现在的工兵体系也算是比较完整了，工兵可以说是输出最高的。至于另外2个兵种，目前为止还是依然没有改变了。比方说我们要看围殴的集结，依然还是用塔里克的集结加上8+2。那么骑兵也是一样有看围殴的阿提拉，再加上司机的话，它的生命值这么高，也是一样可以看围殴吗？但是它的抗围殴性还是比不过步兵了。骑兵最快还是无需质疑的啦。不过现在大多数的步兵都是有加跑速，所以步兵不会跑得比骑兵还要更慢。但是今天已经2023年了，我已经整理了一个完整的列表给各位看，这个是从第1代到第7代的统帅。在之前的影片我有说过，官方它不会死让一个兵种强大而已，通常都是轮替的。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步兵强大，换骑兵再换工兵。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玩家去掏钱，需要你们掏钱去做3个兵种的装备跟军器，并且官方不时常去替换哪一个兵种强势的话，你就有很多的金头可以慢慢存到下一代。除非你是像我这样子玩单一兵种的玩家，这样你的金头是肯定足够的。就比方说我这一次是完全没有觉醒诸葛亮，目前我的书包是有1400多颗金头，是可以随时觉醒2个统帅的。但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不会像我这样子玩，只是玩死单一兵种而已。比较多的玩家还是比较在意战损，希望练更多的统帅，练更多的统帅就需要掏更多的钱了。那么首先这里不包括某一些特定的统帅，比方说可以通过黄金宝箱开到的统帅，比方说花木兰、炮王、图特摩斯，不过我们后面会补充上去。那比方说第1代其实比较强势的兵种就是步兵了，各位有经历过那个时期都知道步兵是吊打全部兵种，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全部玩家都去练步兵了。但是现在第1代的统帅就因为图特摩斯的出现，还有包括里程碑而修改了这一点，变成第1代是工兵强势。不过我们也可以当成是步兵跟工兵同时强势，排除西德啦。在我玩的那个时期，第2代比较强势是骑兵跟工兵，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武则天，所以当时候并没有西德搭配武则天的说法。第3代是骑兵跟步兵，第4代步兵跟工兵，第5代骑兵跟工兵，第6代严格来讲3个兵种都很强，还有包括领袖统帅的菠萝头也是很强的。第7代工兵强势。那把我刚刚说的兵种全部画红框，现在你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说工兵要崛起了。不过工兵第1代我们也可以排除掉，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图特摩斯嘛。也看得出官方是很努力的要推广工兵，因为在早期工兵不管怎么强都好，都没有多少玩家会去练。就比方说第2代的爱德华跟托米利斯，一般来说都只有车头会去练这2个统帅而已，或者是专门练工兵的玩家，否则其他的玩家还是会选择萨拉丁来开集结。也因为官方从第4代到第7代一直在不断的去培养工兵，而让玩家去慢慢练工兵了。就比方说尼布甲尼撒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玩家用5511拿出去打架。第5代工兵吉尔加梅神呢，就是因为他集结比较强，但是野战还是没有多少玩家会去用。直到后来的布迪卡还有诸葛亮2个统帅都已经加入转盘了，获得的方法也比较简单。毕竟你们也明显看到，在以前的工兵统帅除了李珍贵之外，那些能用的统帅基本上都在 MGE， 获得的条件变难了，也导致一般的玩家不会去培养工兵。可以说在布迪卡出现之前，除了有一些玩家他们是有玩尼布的情况下，否则是完全没有工兵的。所以布迪卡的出现让他们突然之间要去练工兵了，官方就让他延续下去，出了一个诸葛亮。在这里全部兵种里面最不公平的就是骑兵了，你们也可以明显看到能用的统帅基本上都在转盘里面。我们排除掉第1到第3代的统帅，第4代威廉、项羽、涅夫斯基、曾德丕全部都是在转盘上面的，就问你们羡不羡慕？统帅名字涂红色，我是以怎样的标准？就是你在同一代，比方说第5代吧，这一代的统帅哪一个统帅的出场率是比较高的？显然那个时期比较多人用的集结都是用孔雀、项羽或者金闪闪、尼布的集结。
那么根据这个列表呢，可以明显看到最近的工兵都已经算是比较强势了，也就是说下一批的统帅或许工兵就不会这么强了。我在前面有说过，官方不会让一个兵种独大太长时间，现在玩家们渐渐已经转去工兵了，都有不少的玩家已经培养了3个兵种。假设我是官方下一批，我会选择骑兵、步兵又或者是远程。那骑兵的理由很明显嘛，那个项羽呢真的是垃圾到不能再垃圾我每天在吐槽这个统帅。不过换个角度去想，现在的骑兵呢也算是蛮强的，比方说司机搭配威廉，项羽搭配贞德，也有可能官方不会再出更强的，因为严格来讲威廉跟贞德比其实也算是不错的统帅，只是他比起同梯没有这么好而已。但是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是打关卡的话，狄多算是无敌的存在，很难打掉狄多驻防的关卡。那么原本统帅的排序呢是下一批应该到领袖才对的，但是官方改的关系就变成骑兵了。假设官方是想要让狄多存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这样有可能骑兵不会出强势的集结统帅，没有办法克制狄多，又或者是野战统帅出到很烂，但是集结统帅出到很好，所以骑兵是充满许多的可能性啦。至于步兵，我觉得官方是有必要出一个比较强的野战统帅了，因为现在关羽确实是已经是跟不上现在统帅的强度了。各位可以明显看到，我们现在用的统帅都是从第4代用到第7代，然而现在第3代还在用着的就只有关羽跟李舜臣而已，其他后面的统帅几乎都是已经排除掉了。加上关羽的特点就是有沉默效果，然而布迪卡跟诸葛亮都可以消除掉沉默效果，变成关羽有一点地位不保了。尤其现在人手一支诸葛亮，关羽的输出现在也是跟不上了，所以我认为官方有必要在下一代的步兵统帅野战要变得强势一点。萨尔贡也不算是不能用的统帅，只是用他的玩家实在是太少了。塔里克虽然表现还不错，但是他是 MG 统帅又很难抢，并且我相信大部分的步兵玩家呢都已经转头去玩骑兵或者是工兵了。官方或许就是看到这一点，哎呀，这么多玩家已经放弃步兵了，我是时候出一个步兵的皮肤，也就是我们上次看到了一个10% 的防御力提升皮肤，然后后面又出一个不错的野战统帅啊，你们又要回头去搞步兵了官方这种下流的操作是时常发生的，你们可以看到征服商店出了骑兵的皮肤嘛，然后下面骑兵全部都能用啊，就问你羡不羡慕？现在出了步兵的皮肤，官方肯定是要搞一单了。至于工兵，我觉得下一批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强势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已经出过很多很强的工兵统帅，而且诸葛亮呢，我觉得已经算是顶峰了吧，你不可能下一批统帅又出一个原型 AOE 又这么屌的工兵统帅吧，这样子不合理耶。至于领袖统帅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要等到第8代的骑兵步兵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第7代的领袖。不过我觉得官方是有心要去搞远程统帅，因为老虎跟玛格丽特的表现其实真的不算太差，只要你能搞起来的话。但是现在的远程体系还没有完整，所以我觉得远程有待观望。最后领袖统帅，我觉得官方大多数比较用心都是在驻防统帅，集结好像很烂就比方说苏莱曼一世吧，哎，这个烂到不能再烂了，查理曼更是烂中之烂。所以我觉得很大可能下一批的领袖统帅呢，应该也是驻防才对，除非官方又要搞了一个很烂的集结统帅啦。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推测，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